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2024年演技超赞的5位女演员，赵丽颖第3，第1名实至名归。2024年即将结束，国产剧也为观众呈现了一份无可挑剔的成绩单。年初繁花的艺术魅力与南来北往的温情故事，使观众得以领略在时代变迁中南北方各具特色的发展轨迹与独特的风土人情。随后，我的阿勒泰盛大亮相，观众在沉浸式追剧的过程中，亦能领略到祖国的壮丽自然风光。辽阔无垠的草原与如洗般湛蓝的天空，宛如一场自带疗愈效果的视觉盛宴。当观众仍沉醉于草原的美丽景色时，小巷人家便带着满满的温情与感动悄然呈现于眼前。通过在年代剧中融入女性间的成长与互助，借助两代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向观众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与故事。与此同时，剧组还向观众展示了江南的迷人景色，小桥流水、古塔寺庙，真是美不胜收。临近年末，我们选择了观众最为喜爱的刑侦题材作为收官之作。《我是刑警》的洪大与《猎罪图鉴》的悬疑先后亮相，凭借出色的热度与口碑，实现了完美接力。这一年，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中，演员们也尽情发挥，演绎得十分尽兴。在好剧层出不穷的同时，演员的成长和助力也必然随之而来。这种成长指的不是星途的上升，而是演技的精进与提升。以下这5位女演员，毫无疑问是2024年演技最出色的5位，百花齐放，各具特色，感动各异，表演各有千秋。让我们一起见证谁将摘得百花之王的桂冠。第5名，演你小巷人家。作为观众最钟爱的题材之一，年代剧近年来呈现出西飞回攻般的势头，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显著提升。大多数年代剧往往选择将背景设定在北方，例如人世间和南来北往等。近期播出的小巷人家以江南水乡为背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古寺钟楼与小桥流水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带给观众一场极致的视觉享受。缺少了北方冬季的凛冽与沉重，却多了一份南方冬日的温柔与暖意。而其中演员们的表演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充满惊喜。最令人放心的，莫过于闫妮在剧中饰演的黄玲一角。闫妮在剧中的表现依旧保持了一贯的稳健。当她辛苦准备了一桌美味的菜肴，却发现连一个座位都没有时，她的回应仅仅是一个字：收。眼神中带着失落与愤怒，但她并没有立即爆发，而是选择了忍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黄玲的性格，她既透彻又内敛。她心知肚明一切，但却不愿当场爆发，而是戴上那张虚伪和谐的面具，为了给夫妻关系和家庭留下一丝最后的体面。当公婆想把外甥安排到家里时，闫妮在这件事上的反应依然简洁明了，只有一个字：放。然而，为了孩子的高考，她已不再顾及家庭表面的和谐，干脆撕破脸皮，倾诉自己多年来的委屈与不满。不是声嘶力竭的怒吼，而是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泣血的控诉。一家人震惊于一向沉默忍耐的黄玲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却无言以对，因为她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通过一收一放的表演，闫妮将黄玲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她既是默默忍耐的妻子和儿媳，也可以是为了孩子毫不妥协的伟大母亲。然而，真正让观众泪目的一幕，还是与蒋欣的那场对话。多年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突然间被赋予了可以做回自己的机会，积压已久的惊喜与委屈瞬间涌上心头。她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感谢你，宋莹。嘴角带笑，转过头却已泪如雨下。
情感描写细腻入微，情绪的转换自然流畅，真不愧是掌控细节的高手。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闫妮的表演虽然稳健出色，但如果说要有突破和惊喜，还是得看接下来的几位。第4名，马伊琍，我的阿勒泰繁花错位。2024，以作品未言。杨幂曾经的一句宣言，放在今年的马伊琍身上更加贴切。一年3部作品，每一部都凭借精湛的演技和良好的口碑，获得了广泛关注，堪称真正的人生赢家。年初的《繁花》里，她饰演了那位精致典雅的上海女性玲子，说话带着上海特有的腔调，既精明能干，又展现了她作为一位上海女老板，既重视财富又讲究情义的一面。马伊琍将这个复杂的形象诠释得极为自然流畅，剧中的观众不再看到演员马伊琍的身影，而是玲子这个角色的真实呈现。随后，她与佟大为合作的网剧《错位》与观众见面。尽管这是一部网络剧，马伊琍的演技依然毫不马虎，展现出极高的水准。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警服，头发总是凌乱的飞扬，素颜出镜，几乎无需多言，观众便能感受到这位警察忙碌到连打理自己都顾不上的状态。真正让观众感到惊艳的是他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的精彩演出。他身着简洁的素色衣衫，头发编成2条光滑的麻花辫，仿佛自带一层质朴的滤镜。马伊琍所饰演的张凤霞，抛去了女性的柔美，更增添了草原上的从容与侠义之气。与邻里交往时的率真爽朗，面对生活挑战时的积极乐观，对已故丈夫的思念，以及被新感情背叛时的无奈委屈。全新的角色设定，层次丰富的情感表达，马伊琍的演技早已展现出其多面的独特魅力。第3名，赵丽颖第20条。得意春风里，轻舟已穿越万众山峦。2024年对于赵丽颖来说，是一个奖项纷至沓来的年份，获得视后和最佳女配等奖项，手里奖杯拿到手软，作品也源源不断的推出。然而，如果要谈及她今年最为出色的角色，非春节档电影第20条中的哑女郝秀萍莫属。尽管出场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亮相都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冲击。丈夫被铁链锁在门外，而她则在屋内遭受村霸的侮辱。走出门时，衣衫褴褛，身上伤痕累累，眼中充满了恐惧、愤怒与委屈，种种情绪交织迸发，却因身体的残疾，连一个字也无法吐露。在孩子被抢夺的那一场戏中，赵丽颖再次展现了她令人震撼的爆发力。想要呼救却无法发声，焦虑与恐惧通过急促的动作和惊恐的表情得以体现。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许多聋哑人士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最令观众震撼的，莫过于她在天台上那一场戏。一个丧夫的女人，一位被恶人以孩子威胁的母亲，一名在生活阴暗面中苦苦挣扎的贫困者，内心积压了诸多情绪，却无从言表。她一边用手语急切地表达着“我不能活了”，一边眼泪如洪水般涌出。她一跃而起，剧情瞬间迎来高潮，赵丽颖也彻底摆脱了流量演员的束缚，演技卓越，全年作品不断。与林更新再度合作的《与凤航》，与章子怡携手出演的电影《酱园弄》正式官宣。此外，电影《浴火之路》和乔妍的心事也将与观众见面。2024年的赵丽颖，凭借扎实的演技，终于为自己的演员身份增添了耀眼的光彩。第2名，蒋欣小巷人家。与粉丝们为赵丽颖赢得的热烈欢呼相比，观众对蒋欣的情感则显得难以释怀。尽管她曾塑造了华妃、樊胜美等多个经典角色，但至今未曾获得任何奖项，在娱乐圈中依然是一介白衣。
更不用说她今年在《小巷人家》中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她所饰演的宋莹一角，因其表演风格被粉丝戏称为抠书式演技。在工厂里充当刺头时，她毫无畏惧，撕心裂肺地为自己争取利益。回到家中，宋莹露出了她脆弱的一面，带着哭腔和不甘，向丈夫诉说因房子问题而失去评先进资格的无奈。蒋欣在与李光洁之间的感情戏中，展现了她出色的人物塑造能力。她投向剧中丈夫的目光中，蕴含着欣赏、依赖与得意，那种深情的眼神，将被爱的总是有恃无恐这句歌词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她与闫妮之间深厚的姐妹情谊，更加展现了她那种侠义之心，肝胆相照，彼此依赖，惺惺相惜。虽然宋莹外表看似风风火火，但在与闺蜜相处时，她同样展现出温柔细腻的一面。尤其是得知孩子独自外出的那一幕，堪称整部剧的高潮时刻。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地走出门外，眼中满是惊慌，双腿如同灌了铅般沉重，脚步虚浮不稳，踉跄地在巷道中摸索前行。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却将天塌了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多面演绎，演技精湛。2024年的蒋欣，实至名归地配得上好演员这一称号。5. 第一名，宋佳《山花烂漫时》。直到《山花烂漫时》播出，才恍然意识到，宋佳的演技早已达到了无人能敌的境地。她所饰演的张桂梅校长，不仅在外貌上相似，更在气质与神韵上与真实人物高度契合。剪去长发，脸色蜡黄，身形消瘦干枯。为了真实再现张老师的形象，宋佳几乎彻底摒弃了自己的原有风格。除了外貌上的相似，宋佳还成功呈现了张老师的独特神韵。她的每一个动作、走路、吃饭，都是现实中张桂梅的真实写照。吃饭和走路都很迅速，但由于身体原因，动作中又带着些许不稳，这种微妙的感觉很难准确传达。宋佳成功实现了。整部剧既温馨又充满幽默感，宋佳在几场戏份中的表现堪称教科书级别。她已准备好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第一次站在人民大会堂前，心中既充满了参会的骄傲，又有些紧张和不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她尽力阐述自己的梦想，然而她的眼神和语气却透露出些许紧张。这种紧张感不仅源自对地点的焦虑，更是一种害怕自己创办女校的梦想无法引起记者关注的担忧。在第一届女高学生高考成绩公布时，宋佳的演技可谓达到了巅峰。从埋怨好友将手机调成静音，到拨打电话时的紧张与恐惧，再到得知所有人都已上线的兴奋，最终在街头激动的欢呼，释放所有压力，瘫倒在一个持续几分钟的长镜头中，宋佳成功地展现了情绪与肢体的层次变换。此刻正是艺术与现实交融的瞬间。结语：这几位演员无疑是2024年女演员演技的佼佼者，他们传递给观众的不仅是个人专业素养的提升，更是对表演、对艺术以及对观众的敬重与责任心。播种已尽，静待花开，星光终将不负。